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我不想死啊！我还是处男呢。我要是死了，世界上的美女可就没人保护了。你那么看着我干嘛？你是和尚，你不会理解我的苦的。娘啊，对不起了，谢谢你救我。于师叔，你在哪里？
等你清醒，取你命。他年纪轻轻，居然能用纸巾在石上刻字，此人究竟是什么身份？你还真是阴魂不散！你既然把我推下悬崖，又为何要救我？推你下悬崖是要你明白一点：如果本姑娘想要你死，你早已命丧黄泉。今天是因为本姑娘心情好，对你网开一面。但你若要再一心寻死，那我可就没什么耐心了。刚才不想杀你，不代表我现在不想杀你。你要的是我的命，为何要对我师兄弟下手？本姑娘天生喜欢看人被折磨，别人越难受，我便越快活。如果你的师兄弟真的是被我所杀，那一把火烧死他们，这种死法不是太无趣了吗？如果不是你，那究竟是什么人要将我们赶尽杀绝？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杀戮，你为何不问问你自己做过什么？难道是西鲁天会？他们也是为了万寿山将军和冰玉公主而来。你笑什么？傻和尚说蠢话，难道不好笑吗？难道我说的不对？不仅不对，而且错得离谱。等到真相大白的一日，你自然会知道。你现在就必须要告诉我，否则你休想离开！烦死了！你刚才还说不知道我少林金刚手，现在却知道我的一招一式。因为我练的功夫专克你的金刚手。你知道我姓甚名谁，又知道我的身世来历，你究竟何人？为何对我了解如此透彻？可是你却对我一无所知。哼！你放我下去！除非你保证不再跟着我。我必须跟着你，除非你如实相告。蠢和尚，你简直就是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，冥顽不灵。快放我下去！好啊，那我现在就放了你。放！还有再放吗？如果我脚下再稍稍松劲儿，我的白灵连同你，会一起掉进万丈深渊。只要你肯开口求饶，我便会饶你一命。别废话，要杀就杀！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好吧，刚才你问我问题，现在轮到我问你3个问题，你只要答对其中1个，我便把你拉上来，如何？说。第1个问题，你七舅老爷家3外甥女的表哥的女儿跟你是什么关系？表妹。错，是仇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七舅老爷家3外甥女的表哥被你七舅老爷家的3外甥女的丈夫所害死，所以你七舅老爷家的3外甥女的表哥的女儿跟你是不是仇人？胡搅蛮缠。第2个问题，我姓什么？我与你萍水相逢，我怎么会知道？那你是弃权了？你一身白衣，姓白。本姑娘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你再回答错，我马上送你上路。如果你的至亲兄弟和当今圣上同时遭人劫持，你只能救其中1个，你会选择谁？圣上。你就眼睁睁看着你的兄弟送死吗？好，那我再问你，如果你的师父和当今圣上，你的选择仍然不变吗？手足或师父有难，我必会拼死相救。但圣上之生死关系天下苍生，我不能因为一己之私不顾芸芸众生。什么狗屁天下苍生？你心系百姓，百姓在乎过你吗？你为了皇帝而牺牲自己的一切，到头来皇帝还是想要杀你。世界上最亲的人，只有你自己的兄弟、亲人和师父，而你居然可以为了所谓的道义牺牲他们，你简直就是愚蠢愚昧。师父说过，生，亦我所欲也；义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。我乃舍生取义者也。好，你既然要舍生取义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站住！站住！
欺负一个小孩子，真不要脸！杀了这小和尚，拿下万寿山和冰玉公主！呀！马上，这就是你多管闲事的下场，还有什么话说？ 什么人，竟然敢多管闲事！将军，你们快走！走！ 美女，谢谢你出手相救啊！咱们这叫什么呀？美女救英雄嘛！姑娘，今年贵庚啊？有没有成家啊？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可以以身相许。是你，将军救命啊！哇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阎王爷要是问我是死在谁的手上，我该怎么说？好，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我是。七弟，七弟，你没事吧？二师兄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好想你。太好了，你还活着。大师兄和八师弟呢？大师兄和八师弟拼死掩护，我才有机会保护冰玉公主和万寿山将军逃出来。我一回头就看见大火已经吞噬了大师兄。 还有无数的蒙面人在营地里见人就杀，我们到处找你，我以为你死了呢。都怪二师兄不好。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怎么会呢，七师弟，你就像我的亲人一样。可是我真的想不起来发生什么事情了。二师兄，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。在山谷中醒来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都怪我不好，才让你们遭遇偷袭。 不关你的事，只要你还活着就太好了。万寿山将军和冰玉公主呢？从营地里逃出来的时候，他们还在马车上的，这一路片刻都没停过。他们去哪儿了？怎么凭空失踪？是不是跟这帮蒙面人有关啊？我们要想办法搞清楚这些蒙面人的身份，找到万寿山和冰玉公主。追！ 追，快！啊！来，小心！二师兄，下面好像有人。好像是八师弟。走。
师弟，八师弟，八师弟，八师弟好像被他们打死了。二师兄，他怎么样了？走。二师兄，八师弟怎么了？八师弟伤得很重，我们要赶快找个地方给他医治。走。等等，二师兄有情况，是朝廷的官兵。五毒和六弟，怎么没有跟他们在一起？他们会不会走散了？不会，他们先行一步去军营，应该很快就回来了。怎么现在还没到？二师兄，你是不是怀疑大清的官兵？不会的，二师兄，白大人和哈大人说过，皇上已经下令，让沿途驻守将士保护我们顺利进京。不对啊！快走！他们明明是大清的官兵，为何他们也要追杀我们？这里面一定有问题，先躲开他们再说。二师兄，这边没路了。没错，和尚，你们跑不掉了。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你们真的是大清的官兵？这里是大清疆土，我们当然是大清的士兵。你们为何要追杀我们？这里面是不是有误会？把你们的问题留给阎王爷吧。七师弟，八师弟，七师弟，八师弟，放开我师弟！我准备了3口棺材，专门赶来替你们收尸。想不到你们和尚的命还挺硬，又逃过一劫。但你们以为你们能活着离开鄂尔多斯吗？我很怀疑，因为朝廷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是朝廷派来的杀手，我是谁？这很重要吗？你们现在该担心的是，你们如何活着离开这里。大清的官兵为什么追杀我们？也许是他们的皇上允许他们这么做的。这不可能！你仔细想想，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一切，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？难道真的只有死路一条？本来是，但你遇见了我。如果你们想要活着离开这里，只有一个人能帮助你们。但如果你们不能成功的说服他，或许他会先要了你们的命。你说的这个人，是指你自己吧？如果是我，本姑娘现在就送你们去见阎王爷。七师弟，八师弟，七师弟，七师弟，你怎么样？二师兄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八师弟现在怎么样？八师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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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也不知道。二师兄，你看，那些关在笼子里的是人还是野兽？这里是野蛮人的部落吗？看门外的守卫，步伐整齐，精神抖擞。我想，我们正在军营中。我们被抓到军营来了，可他们为什么要抓我们？我们是皇上指派的西行使者，肩负皇命。按白大人、哈大人所言，皇上应该沿途安排了军队，一路护送我们回京。怎么会这样？也许保护我们的军队根本不存在，他们只是借保护之名进行劫杀，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。怎么会这样？白大人和哈大人一直以为朝廷会来接应我们，没想到真正劫杀我们的人就是朝廷重臣。现在连他们自己都生死未卜。难道是皇上突然改变了心意？不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怕是怕是场阴谋。二师兄，你看。
保护好八师弟。好。什么人？为什么攻击我们？快说！二师兄，他好像不会说话，他现在的样子，好像一只受伤的小狼一样。回到你的笼子里，不准再过来了。为什么他们要杀了他？一定有人在暗中监视我们。这些人简直丧心病狂。他们会不会把这些野人都放出来？如果是那样，我们3个全加起来也不够喂他们。我们被埋在山谷时，有一位姑娘告诉我，我们想要活着离开鄂尔多斯，只有一个人可以救我们，但前提是在他伤我们之前，我们要成功说服他。这个人是谁？现在还不知道。既然他把我们带到这里来，就一定和这个人有关系。那个姑娘的话可信吗？此人十分神秘，而且性格古怪，现在还不清楚他是敌是友。我们只有找到万寿山，才能弄清楚整个事情的真相。放火烧营地，杀死西鲁天会的人，会是他们吗？六师弟和五毒兄弟先去军营探路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我想，他们可能也遭到了清兵的埋伏。万寿山将军和冰玉公主的失踪，想必也跟朝廷有关系。我们要找到那个人，尽快脱身。我们一行人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师兄弟们死的死，伤的伤。当初说好要一起回去，现在只剩下我们3个。八师弟也已经半死不活，如今我们被困在这里，想要活着逃离，也已经是无望。我们绝不能辜负把性命交到我们手上的西鲁天会。为了边疆不再战火连绵，不管有多绝望，我们也要完成我们的使命。师父还在等着我们回去，我不会放弃。哼，敢惹怒将军，就是这样的下场。情况有点不妙。你是将军，我并不认识你。我也不认识你。那你为什么要陷害于我？我认识你脖子上的这个脑袋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会亲手摘下它，以示天下。我们犯下什么滔天罪过，需要斩首示天下？难道这个你自己不清楚吗？这是皇上的旨意。皇上要杀你们，那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和尚，走吧。不行，我还没有问清楚。你的问题太多，更何况你有资格问吗？我让你走你就走，如果你还想见你的师兄弟们，我一定会搞清这些。春风六律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？只怕是君问归处未有处。春
春风不度玉门关。进去吧，你想见的人就在里面。纳兰将军的帐篷，岂是什么人都能进？先过了我这关再说。我师弟你师弟就在帐篷里，不过你可得抓紧点，晚了，你们可就再也见不到了。小和尚，让我来考考你：今夕实显人精甚，终岁不闻轻妇人。下一句。却是平流无实处，时时闻说有沉沦。今日乌云密布，犹如黑云压城城欲摧。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。苟能至亲陵，岂在多杀伤？平君莫话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七师弟，二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怎么跟人打起来了？八师弟呢？我把我们的经历告诉纳兰将军，将军已经吩咐军医为八师弟疗伤。你就是二师兄，功夫不错。刚才跟你交手的是我左卫大营第一高手，也是我麾下副将胡彪。他虽头脑愚钝，但一身孔武之力，在战场上亦能以一杀十。想不到今天居然败在你手上，少林功夫果然名不虚传。呀！住手！将军，刚才是属下一时大意才输给他，让我与他再战10回合，必取他首级。闭嘴！输了就是输了，不要找借口为自己开脱。你是一时大意吗？明明已经使尽浑身解数。刚才说你是我麾下副将，我都嫌丢人。以后你也不要再自称是我左卫大营第一高手，免得让外人以为我军营都是草包。还不给我滚出去！你是何人？二师兄，他是左营的纳兰将军，他没有要伤害我。刚才我与将军是在比武对诗。是你带兵偷袭了我们。本将军得到的圣旨，就是将和尚与西鲁天会一个不留，全部杀光。果然是你干的，没想到你这么卑鄙，偷袭我们。这里是本将军的地界，我想要杀你们，用不着偷偷摸摸。万寿山将军和冰玉公主的失踪，是不是你所为？难道不是你们把万寿山和冰玉藏起来了吗？如果你们肯说出他们的下落，也就证明你们没有与西鲁天会勾结。我或许可以替你们向皇上求情，留你们一条性命。皇上派我们西行招安，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边疆多年战火。我们历经艰险，一路过关，皇上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下旨，赶尽杀绝。皇上让你们招安西鲁天会，可是你们已经被西鲁天会策反，进京和谈只是幌子，密谋叛乱才是你们真正的目的。我们远离红尘俗世，一切皆不过是众生事想。我们之所以出使西行，就是为了愿以无身度世间一切苦厄，又怎么可能参与叛乱？你们不承认参与叛乱？小僧等人的任务就是护送西鲁天会的人安全进京，完成圣命和师父的嘱托。你刚才说劫杀我们是皇上下的密令，请问圣旨在哪儿？你的意思是皇上不会下格杀令？我只是不相信，皇上身为一国之君，会突然的改变心意。我怀疑有人假传圣旨，我们肩负着皇上的使命。将军，什么事？是不是京城里来消息，我们可以动手了？和尚们怎么样？纳兰性德根本不想杀和尚们，还把和尚们都叫进帐篷里，以礼相待，比武斗诗，还口口声声说什么不会对和尚们手下留情，他摆明在浪费时间嘛！吟诗对唱，有点意思。狂妄自大，自以为是。就算是当今圣上下旨杀和尚，他都敢推三阻四。他有没有从和尚口中得到万寿山的下落？那帮和尚，整天就知道装疯卖傻，不动用重刑，根本问不出什么。我们不能再等了。既然和尚们说不出万寿山的下落，那留着他们也没有用。纳兰性德与叛党同流合污，抗旨不遵，那我们就可以把他杀了。太子与索大人信中催促，必须尽快杀掉和尚。纳兰性德处处阻挠，
我看只有2种可能：一是他内心怜悯，不忍心杀了和尚；二是他已经对我们产生了怀疑，无论哪一点，我们都得杀了他。那我们该怎么做？师出不能无名，省得落下别人话柄。你说有人敢假传圣旨，这可是抄家灭族的死罪。什么人敢这么大胆？将军是否有皇上下的旨意？一看圣旨便知。难道将军你也没有见过圣旨？你们与其有闲心怀疑圣旨是真是假，倒不如想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如果你们没有被策反，那你们就说出西鲁天会投降的真正目的。停止战火，顺应民意，让百姓们过上安稳太平的日子。就凭你们几个和尚，就能说服万寿山归降大清？我们将士浴血战场，杀敌无数，都不能让他们退却。你们只凭几张嘴就解决了，皇上怎么不早点派你们去？还要我们这些守城将士干什么？以暴制暴，只会换来更多的杀戮。我们一路西行，九死一生，好不容易劝服西鲁天会前去和谈，如今不仅冰玉公主和万寿山将军下落不明，我们还被冠以叛乱反国之罪，这让我怎么对师父交代？更无法对死去的师兄弟们交代。恐怕你们是无法向西鲁天会交代吧？他们把性命托付给你们，跟着你们进京谋反，却被识破，他们的反清计划失败，所以他们一怒之下就把你们关进棺材里。棺材？我们什么时候躺进棺材？在你们被送进军营的时候，3口棺材，3个和尚。二师兄，为什么有人要把我们装进棺材里？在他眼里，我们已经跟死人没什么区别。他是什么人？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少女。将军没有见到这名女子。他把你们扔下就消失不见，而守卫的士兵甚至毫无察觉。能在军营来去自如，他要么是武林高手，要么就是对军营十分熟悉。无论是哪一种，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巨大危险。他现在在哪儿？我们对他也不甚了解。难道他不是西鲁天会的人吗？将军认为，但不知将军该如何对付纳兰性德？杀了纳兰性德还不简单，只是不能轻饶了他。将军为什么那么恨纳兰性德？我父亲当年战场杀敌无数，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最后落得个什么下场？大将军之前是因为参与楚魏之争，被皇上革职降罪，关进大牢，后来死的也是蹊跷，无人不议论纷纷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爹根本就没有参与夺嫡，在索额图与纳兰明珠太子党争之事上，就因为我爹不依附纳兰明珠，被他认为是索额图的奸细，设计陷害我爹，并蒙蔽皇上，把我爹打入大牢。就此，他还没有罢休，他买通狱卒，对我爹百般虐打，甚至把饿了3天3夜的老鼠放进大牢。我爹得鼠疫而终，临死的时候都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。等我回去找纳兰明珠的时候，他抑郁而终，真是老天爷便宜了他。他唯一的儿子纳兰性德，我要他父债子还，让他受的罪比我爹多100倍、1000倍，甚至10000倍。我要慢慢折磨他而死。格伦将军是皇上派来的钦差，他要杀你们，你们还是认命吧。这件事情一定没那么简单。只要我们找到万寿山将军和冰玉公主，带他们回到京城，面见了圣上，一切自然就明了了。可惜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和尚虽然愚钝，但也能看出将军，你并非穷凶极恶、不分是非之人。这个时候，将军何不选择一条正确的路？正确的路？这个世上根本没有什么所谓正确的路，有的只是靠自己的力量来使当初的选择显得正确。皇上下旨杀光你们所有人，那么你们就一定是大逆不道的叛贼。你不是还没亲眼看到圣旨吗？好吧，看在我心中礼佛的份上，我可以让你们死得瞑目。如果格伦身上真的有皇上圣旨，你们也就没什么话说了吧？将军，不好了！紫嫣，什么事这么着急？格伦将军正在过来的路上。他来干什么？
将军，带他们下去。两位请。阿弥阿弥陀佛。陀佛。将军，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和尚们在哪儿？我让他们交代万寿山的下落，他们拒不合作。我看，你是要违抗圣旨。我什么时候违抗圣旨了？你迟迟不肯处决和尚们，不是为了查到万寿山的消息，而是想跟和尚们同流合污。你怀疑我与西鲁天会勾结吗？刚刚和尚们还怀疑你不是皇上的钦差呢。你竟然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！我当然不信，假传圣旨可是抄家的死罪。格伦，你肯定没这雄心豹子胆吧？违抗圣旨才是死罪！你连审都不审，就地正法，你这么心急，是怕他们说出真相吗？我倒是有个真相，你想听吗？那就要看你敢不敢说了。我有什么不敢？真相就是，你已经被策反了。紫嫣姑娘，你要带和尚们去哪里？我奉纳兰将军命令，把和尚们带下去严刑拷打，直到他们肯说出万寿山的下落。不必了，把他们交给我即可。这是将军的命令，为何不必了？因为他们已经活不了了，就不劳烦紫嫣姑娘白跑一趟。放肆！左卫大营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？也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指手画脚。说到底，你不过是将军的一个女人，而不是将军夫人。你应该好好想想清楚，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我当然清楚自己是什么身份，得意忘形的人恐怕是你吧？你敢这么大胆，公然跟将军作对，是不是觉得找到靠山给你撑腰？但你别忘了，谁才是主子？我正是替将军着想，想要杀死这些和尚。你要有什么质疑的话，可以去问将军。来人，拿下逆贼！是。笑话！我堂堂一个将军，为什么要跟和尚们同流合污？因为你有冤，你恨皇上。你爹当朝宰相纳兰明珠，在太子之争一事上首当其冲，成为皇上整顿朋党的第一刀，罢免职位，抑郁而终。你从御前一品带刀侍卫，被发配到这里戍守边疆。你们纳兰家族从此门庭败落，风光不再。你敢说你不恨皇上吗？其实你想造反，我一点也不觉得很奇怪。皇上知道你不会遵旨行事，所以派我前来监察此事。没想到你们纳兰家族的血液里流淌的都是逆臣贼子的血。格伦，你也不愧是你父亲的好儿子。你想杀我吗？你再多说一句，我恐怕我会忍不住。我是皇上特派的钦差，你连我都想杀，还敢说不想造反？你一直说你有皇上圣旨，究竟皇上的圣旨在哪里？皇上特地嘱咐，此事不能让太多人知道，以免有损皇上的圣名，故而只有口谕。可是口说无凭，你在怀疑我？这么大的事情，和尚们奉旨西行，我要是误杀了和尚，他日皇上怪罪下来，全部的责任都在我一个人头上，我可担当不起。如果你能拿出皇上圣旨，我不杀，便是抗旨。你作为皇上特派的钦差，大可以一刀砍了我的脑袋。你明知皇上只下了口谕，你竟敢违抗圣旨，我现在就将你就地正法！大胆逆贼！你想逃跑？我们并无此意，但你们不要逼我们出手。上次我没打过你，你真以为我打不过你吗？不服再来！和尚，我劝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，惊动了军营里数千精兵。你功夫再好，双拳难敌四手，你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几个？别忘了，你的真正目的。来人，拿下逆贼，押到刑场听候问斩。等等，
我自己走。七师弟，你刚才跟和尚们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他们有什么目的？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才是。你最好不要跟我耍什么花样，要不然的话，就算是将军在，我照样取你首级。我没什么意思。纳兰，你不仅才华横溢，功夫也非同一般。格伦，你刀法如神，也称得上一代豪杰。如果你留在皇宫，也会是一个治国良才。如果你独守边关，也一定会威名四方。那我们是英雄相惜了。希望我们不是仇人。仇人不是你说了算，是历史发生的事实所决定的。你和我有仇？我怎么敢和你有仇？那你为什么想杀我？我们俩都是大清的将军，理应遵从大清皇上的旨意。你不遵旨行事，不是我要杀你，是皇上要杀你。我再说一句，皇上的圣旨在哪里？你一到这里就告诉我你代表皇上，你能代表吗？哼，皇上的令牌，足以证明吧？当然。我命令你，交出和尚，立即正法。你还有什么犹豫的吗？快点！撤走！二师兄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找到万寿山，尽快离开军营。和尚们怎么样了？打伤了几个士兵，已经逃跑了。不要让他们逃出去。和尚们找不到万寿山，也不会逃跑。格伦是皇上特派的钦差，虽然他身上有很多疑点，但是现在没有证据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。来，大家多喝点儿。是啊，啊，来。要不你休了我吧！你想得美！你死是我部落的神明，生是我公主的驸马。哼，咱俩这辈子啊都会死死的捆在一起，将来还会生很多孩子，强大我们的部落。所以你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。你怎么了，驸马？驸马，怎么回事啊？那天我逃出山谷的时候，就已经受了重伤，恐怕
是活不过今天了。公主，你别为我难过，你的眼泪会让我心碎。我五毒没有福气，我跟你是做不成夫妻了。我先走一步了。神明死了，他是我们部落无所不能的神明啊！是我们害死了神明。公主，我们的部落就因为你的任性大难临头了。既然这样，神明已死，那我们就把他的头颅砍下来，带回火族，世世代代的庇佑火族。哎我你怎么？对啊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对啊，我刚才见到佛祖了，他说我死相太难看，说你们的行为已经亵渎了神灵，要降罪责罚你们。我放心不下，就求他让我回来继续保护你们。这样啊，正好我也有事要问问佛祖，麻烦你再去一趟吧。哎，公主，别，公主，你们两个赶紧带着驸马离开，其他的人跟我走。是。公主，干什么去啊？哎，公主，你干什么去？哎，公主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啊？不砍我头了？哑巴和尚，你没事吧？你死了吗？不知好歹，死了活该。本来还想告诉你其他和尚的消息的。男女授受不亲，难道说呀，你打算娶我吗？嘿，你躲什么呀？我又不会吃了你。刚才的牵手啊，就当是我们的定情之约了，你可不许反悔啊！我早看出来，你喜欢我，虽然你一直否认，但还是掩盖不了你内心的真实想法。喂，和尚，干嘛不看着我？你要是敢跟我对视10下，我就相信你不喜欢我。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烦你，行吧？没反应就表示你同意了。原来你们和尚也是这样的，喜欢就喜欢嘛，干嘛不敢承认？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亲口承认你喜欢我。和尚，你师兄弟还活着，我是偷偷过来看你的，不能待太久，免得他们怀疑。我走了，不要太想我。这个女人究竟是什么人？一会儿像好人，一会儿像魔鬼。她这样折磨我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不管怎么说，她肯定别有目的。找到和尚们了吗？怎么都不说话了，哑巴了！老大，我们已经找到和尚们的下落了。他们在哪儿？他们在要是再让他们跑了，我活剥了你们的皮！那个地方，他们跑不了，可是我们也进不去啊。什么地方还有我们去不了的？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谁敢挡我们的去路？是在清兵的左卫大营里。你为什么没有拦住他们？是那个白衣女子，她用3口棺材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和尚们送进了军营里。上次交手，他说要杀了和尚，怎么看着又像是在帮和尚？既然要杀他们，为什么又把和尚们送到军营里？他是不是想借朝廷的手杀和尚？这个人什么来头？一定要调查清楚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不闯进去试一试，难道等死吗？别忘了，我们从西鲁天会出来的时候立过生死状，一定要找到万寿山和冰玉公主。如果找不到他们，死路一条。可是闯进军营里抓人实在太危险了，我们进得去未必也逃得出来啊！更何况我们还得带出来几个和尚。这几个和尚，老大老实木讷，老六又是个哑巴，老七是个毛头孩子，老八嘛等同一个废物。我们只要找到铁臂和尚2师兄，他才是他们中间拿主意的人。等会儿我们见机行事。是。来喝。来，满上。来。喝。他在干什么？不知道啊。哑巴和尚，你想说什么呀？我忘了，哑巴不会说话。来，喝，别管他。
吧，和尚，我看你是皮痒，找死！小和尚，想我了是不是？我如此美貌，你不可能不喜欢；你如此俊俏，我不可能不动心。喜欢我，说出来，我喜欢听。女人不是老虎，是一团水。你喜欢她，她给你爱护，把你洗得干干净净；你不喜欢她，她就是洪水猛兽，把你淹死。你说是不是，小和尚？哎，别走啊，小和尚！哎呀！哎呀！你们放开我！打死老子，老子也不跑了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人闯入我们的领地，杀了我们不少同伴。难道是将军的人又追过来了？还是说杀死和尚的那帮人追我们？不知对方什么来历，但功夫十分了得。那公主呢？怎么不跟咱们一起走啊？公主要去为兄弟们报仇。你是说，你们两个保护我一个大男人逃跑，让公主自己在这儿冒险？太羞辱人了！你们，这是公主的命令，而且你是我们的神明，保护你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。好吧，好吧。这样吧，你们两个现在回去保护公主，我在这儿等你们。可是什么？我现在以神明的身份命令你们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回去。是。我就这么跑了，是不是太不仗义了？要是我不跑的话，会被公主抓回部落的。神明，哎呀，不行，我不能跟他回去。虽然当个部落驸马还算不错，可是我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！弱水3000，娇媚千万，还有成千上万的美女等着我五毒爱呢。有那么多勇士保护公主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和尚，我喜欢你，我不介意和你做一对野鸳鸯，塞上荒原，苦命鸳鸯。
和尚，你快跑，千万别让将军知道你在这里，要不然他会多心的。快藏起来！紫嫣，和尚，紫嫣，将军，紫嫣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会有黑衣人冲进大营，还跑到我的卧室来？他们有没有伤你？幸亏将军及时赶到，把他们都吓跑了。这里有一番打斗，当然，我也不是任人宰割的小羔羊。有没有见过哑巴和尚？自从他逃跑以后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他逃跑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紫嫣姑娘一直都对和尚留有好意，和尚也很在意你。请格伦将军说明白。他们的同伙来伤害紫嫣姑娘，哑巴和尚肯定冒死相救。我是纳兰将军的小妾，在这荒无人烟之地，我就是他的压寨夫人。你在怀疑什么？格伦将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怀疑我窝藏和尚？没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排查清楚，万一留有余党，伤害了夫人，那岂不就是我的事情了？紫嫣姑娘今天身体不舒服，请你离开。不检查清楚，万一哑巴和尚逃跑怎么办？没有一个和尚能逃出我的左卫大营。纳兰性德，奉劝你一句，红颜祸水，小心这个女人要了你的脑袋。请便。哼，紫嫣，我只想问你一句话：刚才救你的，是不是哑巴和尚？不是，将军，你不要听格伦的。将军，我……哎，你不必说了，我相信你。将军。和尚，待着别动，将军未必走远了。哎，真没出息！我最后还是回到这儿来了。哎，一天一夜了，一天一夜了，你脑子里边还是忘不了那个部落公主？你怎么搞的？对呀，我跟那公主根本就没在一块儿睡过，不能算夫妻。哎呀，算了，不想了，这个问题太复杂。我这个人吧，就是心软，我呀要坚强，不是坚强，是要挺。哎呀，怎么搞的啊？醒醒！醒醒啊！神明啊！兄弟，神明，快走！公主被抓走了，被什么人抓走的？她根本不是人，是一个疯子，一个杀人狂，一个疯子。也就是说，敌人只有一个人。你们这么多人都打不过他？他就像一只野兽一样，力大无穷，凶狠残暴，而且无论我们怎么攻击他，他都不躲不避，仿佛感觉不到疼痛，根本抵挡不住啊！这么厉害啊！坏了，那公主，她往哪个方向跑了？这是……不对，他们这么多人都打不过他，我自己去不是白白送死吗？哎呀，要不还是逃命吧，公主不会怪我的。本来就不是一路人，何苦死到一块儿呢？哎呀，还是逃跑要紧啊！五毒，你不是这种人啊！你怎么能当缩头乌龟呢？就你这样，你怎么能俘获美人芳心啊？你怎么在美女面前吹牛啊？对了，公主那么漂亮，野人他有没有结婚呢？他不会把公主怎么样了吧？不行，公主再怎么说，也是跟我拜堂成过亲的，那也是我的女人啊！公主，我不会不管你的，我来了。将军，和尚人头已经献上，拿去草原上喂鹰。草原上有消息传回来了吗？怎么不说话？等纳兰性德的人头落地，立即出兵，翻遍整个草原。
也要把他们给我找回来。将军，确定要杀纳兰性德？和尚已死，留他有何用？纳兰的纳兰，一定想不到他会死在自己的军营里，死在自己最信任的人手里。虽然我欣赏你的才华，谁让你跟我有不共戴天之仇？应该快成功了，去。小的这就去看看。糟了，来人！二师兄，你回来了，有没有打听到万寿山将军和冰玉公主的别说了消息？，快去救人！好。将军，属下无驾雷迟。呀！慢着，留住他们的性命！我要知道幕后主使是谁。将军，住手！